经常看沙雕动画的都知道，外卖小哥最容易登上巅峰。于是我单挑大鱼，成功穿越到了原始社会。我敲，还真成功了！系统，快来见您儿子！别闹了，系统爸爸，快给我新手礼包，给我做任务呀！人穿过来了，系统没来，这怎么玩？丑石头，你在做啥？天快黑了，咱们要赶紧回洞穴去。陈天转头一看，眼前的小女孩身上单薄，一身脏兮兮的模样，宛如一个野人。她是原生的青梅，名字叫做花。花蹲了下来，大好春光一览无余。陈天顿时热血上头。我勒个乖乖，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？也就在这时，一股记忆开始强行涌入陈天的脑海。他这才知道，他所处的世界是原始社会，自己只是一个母系小部落的女才。完蛋，开局裸装，这要是不想办法，下一集就断更了。如今部落虽然小，但是有火，有洞穴，唯一的问题就是食物。陈天环视一圈，发现了不远处的河流，再看着手中的石矛，顿时有了想法。记忆中小河旁边还是有不少鱼的，用这石矛打鱼应该有点效果。丑石头，你没事吧？咱回去找巫婆，巫婆给你治病。花，我没事，我想去打鱼。咱们不是刚刚从那边回来吗？那些鱼太难抓了，今晚恐怕只能吃点浆果。那是之前的方法不对，光在经过水面的时候会发生折射，咱们插鱼要在它的后下方。折射？那是什么？你先不用管，我带你过去。陈天随地挖了点白蚁和蚯蚓，在一处河滩直接打窝，随后站桩等鱼。果然鱼儿经不住诱惑，陈天先是狠狠一刺，扎起一条3、4斤的鱼，随后往岸上丢去。花则迅速跑去将鱼再次砸晕，用藤条穿起来。鱼儿们不愧只有7秒的记忆，刚刚死了兄弟，散开没几秒又朝着窝点游去。陈天对着大鱼就插，对着小鱼就砸，在太阳落山前竟收获了几10斤鱼。丑石头，你太厉害了，真的抓到这么多鱼。陈天这个身体才15岁，但是太虚弱，所以被分配到采果子的队伍。刚刚那阵子已经把他给活生生榨干。等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洞穴，直接就给躺下了。部落原本还因为食物匮乏死气沉沉，这一波鱼直接捡了燃眉之急。巫婆，这些都是丑石头打的鱼，他太厉害了。不过他好像生病了，你快来看看他。丑石头，那小子怎么了？巫婆闻言拄着拐杖就走了过来。这一届的巫婆其实才26、7岁，只是因为营养不良，加上为部落操心，这才变得老态龙钟。巫婆蹲下身子，开始检查起陈天，不料她的服饰不堪大用，重点全映入陈天的眼，吓得陈天虎躯一震，捂住帐篷坐了起来。巫婆，我没事，就是太累了，你们烤点鱼给我吃就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你流鼻血了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花，帮我烤鱼。我敲，这身体太敏感了吧？在长身体的阶段，本来就营养不良，万一肥水外流，就更别提雄风大振了。我可得把持住，在原始社会可不能让小头控制大头。这个山洞不大，但是也够容纳30来人。众人烤好鱼大吃了一顿，终于是恢复了不少体力。而陈天作为功臣，也多分了一些食物。部落还是太落后，马上就要冬天了，单靠巫婆的领导，恐怕活不过明年，得再取得一些成就。没有系统又怎样？只要巫婆能信任我，我肯定能带领部落壮大，到时候开创文明，当个人文始祖也不是不行。酒足饭饱，部落的女性开始找事做。由于男性去捕猎还没回来，洞穴又只剩下陈天一个男性，便不约而同朝他走了过去，似乎要检查他的发育。我敲，这些娘们看着不像好人啊，哪位大兄弟能帮我顶下他们？就在刚刚，我刚让部落族人吃了顿饱饭，他们就对我起了歪心思，女族人们竟想检查我的发育。完了，这是母系部落，年纪小的男性都得听从年长女性的命令。我要是舍不得几颗蛋白质氨基酸，怕是要被他们挂图腾鞭打一顿。如今我的身体太弱，要是受伤感染，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。就在陈天极力勒紧裤腰带瑟瑟发抖之时，狩猎部队的成员就赶了回来。巫婆，我们对不起族人，刚刚我们全力追捕到的猎物被其他部落抢去，我们反击失败，还死了3个族人。什么？古神保佑，愿我的族人们安息。陈天看向狩猎队，虽然都是年长的男性，但是整体瘦弱不堪，战斗力也没比他强上多少。如今壮劳力本就不多，还折了3个，部落以后的处境会更加艰难。没等部落的战士吃顿饱饭，外头就传来一阵阵叫骂声。众人出了洞口，竟发现来者就是抢夺狩猎队猎物的部落，他们之中全是男性，体格也比陈天部落的人大了一圈，数量更是他们的2倍之多。我说，你们的酋长是谁？打死我的主人，可不能这么算了。领头的原始人指了指躺在地上的族人，脸上透露着猎人的神情。我敲，原始社会就有这种套路吗？他刚刚挖别死了吧？你们抢我们猎物，打死我们3个族人，竟然还有脸找上门。原来你们部落是老太婆当酋长，难怪如此羸弱。你说什么？巫婆最恨别人骂她老太婆，可是敌方人多势众，
他只能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拳头捏得咯咯响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我的族人尸体可就在你们面前，识相的把洞穴让出来，你们自觉离开此地，否则别怪我们无情了。你这个豺狼！巫婆大骂一句，却被对方一拳打倒在地。部落成员全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只有陈天赶紧上前扶起巫婆。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假如开战，部落的男性必定被屠戮殆尽，女性也沦为奴隶勇士，不得翻身。巫婆不敢赌，她不能将自己的部落推向深渊。陈天正打算说些什么，就看到巫婆的泪水流了下来，顿时把话咽了下去。族人们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走。慢着，我可没说你们可以带走东西，洞穴里的一切也都归我们。没有火种，我们怎么活下去？这可不归我们管。现在和你们对拼，多少还是有点损失。等你们没了火种和洞穴，饥寒交迫，再去把你们一网打尽，你们是逃不了奴隶的命运。巫婆，趁现在咱们还有点体力，赶紧离开。他们肯定是想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，再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我们。可是咱们哪里还能找到新洞穴？况且没了火种，就算有食物也难以下咽，有的食物不煮熟可是有毒的。陈天当然知道巫婆的想法，换作原身肯定逃不了必死的局面。如今正是他达成成就，获取巫婆信任的时候。他擦了擦巫婆的泪水。巫婆，食物不用担心，咱们也不需要洞穴，我打鱼的小溪旁就是个不错的安身之地。至于火，我能够创造出来。你能创造神火？嘘，别声张，咱们赶紧离开。夜晚他们不会来追击我们，时间宝贵，刻不容缓。闻言，巫婆点了点头，号令族人跟着我摸黑赶往岸边。虽然暂时远离了危险，但是晚风和黑暗依旧让族人的身心都受到严重影响。丑石头，一起睡吧，晚上很冷的。这个可以吗？接上集，陈天部落被野犬部落净身出户，只能抱团在树林里过夜。部落经常挨饿，目前也不至于熬不过，但是黑暗却是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恐惧，恐怕今晚他们睡不着了吧。谁放屁呀？这么臭！我抄，这群人都睡着了。尼玛，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操碎了心吗？丑石头，一起睡吧，晚上很冷的。这个可以吗？咱们不是一直一起睡觉吗？你忘了？差点忘了，原身荷花算是青梅竹马来着，但是现在正是青春期，万一我控制不住怎么办？男族人那里又太臭了，怎么选感觉都睡不着啊！就在陈天纠结之际，巫婆将他和花搂在了一起。丑石头，你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感觉变得很有能力。但是你也别给自己太多压力，相信咱们的部落能发展下去的。陈天身处巫婆的怀抱，只感觉大头软软的，小头硬硬的，根本不敢多做动弹，只能微微点点头。岂料巫婆一整晚都把他抱得紧紧的，导致他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第二天，陈天带领族人找寻到了不少黑曜石，给10几人制作了石矛，教会他们如何正确捕鱼，同时将寻找来的干草木棍整合。陈天也没藏着掖着，一边教巫婆和花如何挑选材料，一边教他们步骤和细节。最终在几人轮番努力下，成功升起了部落的希望之火。在全体族人的努力下，大家如愿以偿地吃上真正意义上的一顿饱饭，欢快地跳起了舞蹈。丑石头，谢谢你，咱们的部落有希望了。巫婆，别这么说，身为部落的一员，义不容辞。丑石头，怎么你睡了一觉，变得和巫婆一样厉害了？来了来了，我的3寸不烂之舌开关被触发了。各位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其实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在我那个世界，有坚固的庇护所，有温暖的衣服，有吃不完的食物，而且可以蒸着吃、炒着吃、拌着吃，只要你想，个个都可以吃得膘肥体壮。陈天的话语让众人如路易16般摸不着头脑，可后面的食物却完美勾起他们的向往，个个听得直流口水。丑石头，你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难不成是天上？对，我来自天外，我给你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，带来了高次元的文明。我也不叫丑石头，我叫陈天，我就是天。天，丑石头是天，不会有错，丑石头自从那天就变了，还会弄黑石头插鱼，甚至创造了圣火。丑天，我相信你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没想到巫婆竟然接受了，我还担心她怕我影响到她的统治地位，没想到她比我想的更识大体、识大局。对，天，告诉我们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天，我们都听你和巫婆的，快告诉我们要怎么做。我想每天都吃饱，娶老婆，还要吃饱继续娶老婆。
大家都静一静。现在我们有了火，食物暂时也不缺，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坚固的庇护所，抵御野犬部落，随后向他们复仇。野犬部落不是把我们赶出来而已吗？为什么还要来劫掠我们？他们当初让我们离开，是不想起正面冲突。等我们吃不好睡不好，没有反抗的力量后，他们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把我们都俘虏成奴隶。就算不是野犬部落杀了我们的族人，我们也应该报仇。对，报仇。有道理，我听天的，我这就去找山洞。等等，从此以后咱们可以不住山洞了，由我传授你们知识和技术，大家就能自己建造庇护所，比山洞更坚固、更安全。男人把2根木棍并排绑在一起，再制作一个特殊十字架，只要在木棍间钻一个小孔，撒一些细沙，就能用十字架上下疯狂摩擦，产生星星之火。天看起来瘦瘦的，没想到干起来肌肉这么有力。就是这手速，看得我心脏跳得好厉害。我也不差好吗？切，你也就看着还行，平时偷偷去小树林干什么不用我说了吧？看你虚成什么样了。各位，大家不能掉以轻心，也不能操之过急。野犬部落应该4、5天就会来追击我们，除了钻木取火，我还要教你们造斧头、织渔网、编箩筐、建房子。陈天的部落虽然只有区28人，但是合理分配，3、4天建立起一个小庇护所还是可以的。只有先挡住一轮进攻，才有完善发展部落的可能。陈天先教会部落的女人和小孩编织渔网和箩筐，等他们能熟练编织后，他又带领8个男族人制作石斧，通过烧穿木棍的方法嵌入磨好的石头，使得捆绑后的石斧更加稳固，操作手感更好。他示意男族人们砍伐原木，自己则带着巫婆和花找到河流上游一处小土坡，开始筹备庇护所的规划。花是巫婆指定的下一任巫婆，所以他一直跟在巫婆身边学习，而如今他们都跟着陈天学习更高级的文明。这个小土坡靠近河流，方便我们取水，因为地势比较高，又减小雨期被淹没的风险。再者，这里周围宽阔，视野良好，有利于咱们戒备防守。没想到只是选个庇护所，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。这些只是基础，接下来我们需要规划好庇护所的分区，因为时间紧迫，咱们首先需要建立休息睡觉的区域，然后修建第一道防线。只要咱们能击退野犬部落，后续将没人能阻挡咱们的发展。经过1天的辛苦劳动，部落成功编制出3张5米乘1.5米的渔网，并且成功收获了部落近3天的食物。木材筹备也到了第1阶段，众人合力将立柱固定在了坚实的地基，并且合拢了近1米的外墙，庇护所的雏形依稀可见。吃饱喝足后，众人也没耽搁，经过一阵短暂的休息，女人们借着火光继续编制箩筐，男人们将制作防护栏的木头经过各种烧穿和削弃，筹备明天的建材。陈天、巫婆和花则将找来的竹子制作成爬梯，同时削尖一头充当陷阱利器。第2天一早，全员准时起床，继续完善庇护所。男女老少齐发力，终于在日落前将庇护所封顶，围栏也顺利合拢，28人全部住了进去。第3天，庇护所的一角突然出现一个大坑，随后又长出竹条，部落第一个公共旱厕被发明了出来。从远处看去，庇护所已初具规模，功能性也基本完善。这真的是咱们的庇护所吗？真是难以想象，我们竟然创造了这么好的庇护所，不仅通风，又靠近水源和食物，还有高墙防御。天，你是我的神！各位都快起来，这只是咱们部落的开始。接下来，咱们还能创造更坚固的庇护所，把各个区域和设施建立好，拥有无尽的食物，不再担心酷暑和寒冬。无尽的食物可能吗？是天的话，肯定可以的。我绝对没有欺骗各位，以前咱们是靠山吃山，与其他强大的部落竞争，在夹缝中生存，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寒苦日子。但现在，我要教会你们种植、畜牧，从此咱们就算不出去狩猎，也能自给自足。不用出门就有食物，那太好了。外面不仅有吃人的野兽，还有其他强大的部落，他们都做不到。咱们的天可太强了。天，今晚咱们一起睡吧，我想问你一些钻木取火的问题。天，和我一起吧，我这的木头老是钻不出火。你这个这么湿肯定不行呀。那你能帮我弄干吗？自从渔网、木屋等新事物的出现，陈天已经成为各部落成员的神话对象，想和他创造结晶的女性也越来越多。你们都各自回到位置睡觉吧，天和我们睡就行。天已经累了1天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我超，原始部落这么 open 吗？差点就要被破身了。天，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你的年纪也差不多可以要小孩了吧？这几年咱们部落成员一直减少，壮大部落你也有责任。巫婆，现在还不行，我的身体太弱，成长期营养不够。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懂。简单的说，在我这个年龄段，如果能好好吃好好睡，就能长得又高又大，比野犬部落还要强壮。
比野犬部落还要强大。原来不要孩子就能变强，我算是知道我们部落为什么越来越弱了。其实我也发现了，因为是母系部落，只要女性有需求，男孩子甚至还没及格就会被安排考试，特别是在部落成员急速锐减的阶段，男性们更是不堪重负。天，那你要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大概还要5年，就是5个下雪的冬天后。5年吗？那时候我应该退位了。在陈天的部落，每一代的巫都负有照顾部落、传授知识的责任，只有下一任巫能独当一面，他才能退位生孩子。而巫今年已经26岁，比起在这个位置操心老去，他更想成为一个母亲，和其他族人一样有自己的孩子。那样我就不能和天要孩子了。花，你还小，说什么虎狼之词？你也要好好吃，好好睡，这样才能长高，变得更漂亮。真的吗？没事的，花，天年纪也不大，等你也退位了，他肯定还能和你一起。陈天刚要进入梦乡，外头就传来一阵阵野兽的嘶吼，众人瞬间惊醒，来到了屋外。仅1墙之隔，木屋周围已经被森林狼给团团围住。我超，我不是安排人站岗了吗？人呢？好在篝火点的够多，不然今晚可能要遭殃了。天，这些森林狼怎么会来到咱们这里？这些天咱们抓了太多鱼，处理内脏时腥味太重，就是鱼腥味把森林狼引来了。大嘴，天安排你站岗，你竟然偷偷和别人要孩子！天，我错了，放了我吧。看来我给你们立的规矩还是少了，这事没完，后面再收拾你。陈天本想找机会让大嘴戴罪立功，没想到巫婆看到后，提着拐杖就给了大嘴一顿活。巫婆，我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。巫婆，你饶了我吧。巫婆，放了他吧，后续自然会让他赎罪。看在天的面子，这次放过你，以后谁擅离职守，不听命令，可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。我必将他驱除部落。陈天再次看向黑暗，借着火光大概数了一下森林狼的数量，足足有20只。要不是有篝火在，恐怕狼群已经如入羊群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但是陈天知道，此时不能怂，背水一战才有活下去的希望。没想到先来的不是野犬部落，而是这群森林狼，今天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天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和族人们冲出去。巫婆，你这就小看我了，区区一群畜生，我还能怕？更何况你可是部落的巫婆，我不可能抛下你。巫婆闻言，心中生出暖意，这种感觉像是少女般的悸动。若不是黑夜和面具，此时大家都能看到她红透了的脸。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打回去了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皮毛吗？那可是咱们过冬的重要物资。我瞧，不愧是天，狼看我们是鱼肉，天看他们如皮毛。也只有天才有这气魄和胆量了，太帅了！急操物六。我问各位，狼群是通过什么方式攻击我们的？他会追着我们屁股跑，以前就有族人被追到扑倒，活活咬死了。除此之外呢？好像除了扑就是咬。那我们呢？咱们捕猎是怎么样的？咱们可以丢石头，丢长矛，现在还有石斧。狼怕火，咱们有火。对，他们没有我们灵活的双手，而且还怕火。咱们人数也和他们齐平，箩筐可以抵御攻击，长矛和石斧都是更有力的反击和进攻手段。咱们怕什么？对，咱们怕什么？如果连这么几头狼都怕，那怎么击败数量有我们2倍以上的野犬部落？对，我们女人不仅可以捕鱼，也可以拿起武器战斗。咱们分成3队，在3个地方丢出鱼的内脏，等狼靠近，咱们就一起丢火把和石头，等他们被分散，咱们就拿着箩筐和武器冲出去，见到落单的就围殴，打死1只就快速拖回庇护所。花，巫婆，你们负责开门接应我们。按照计划，陈天在不远处丢出内脏，距离不近不远。尽管狼群狡猾，但是还是经不住诱惑，派出了几只先锋狼。可先锋狼才刚刚叼起内脏，铺天盖地的火把和石头就砸了过来，有的被砸伤，有的直接失去行动能力。下一秒，陈天带着族人冲向先锋狼，几人补刀后就拖着他们回庇护所，剩余的人冲向不远处落单的森林狼。如此倒反天罡的一幕，让森林狼一时间分不清谁是猎物谁是猎人。又是一顿围殴，森林狼倒头就睡，被族人拖回庇护所。仅仅首个回合，森林狼就减员5头，而族人却一个未少。怎么样，团队的力量很强大吧？说到底，他们就是一群畜生，人类的智慧可是能战胜一切的。原来咱们也可以正面对抗狼群，以后我再也不怕被狼追着屁股跑了。狼王痛失族人，可碍于对火焰的恐惧，使得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但又不想放过这群可恶的原始人，于是开始呼叫同伴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围困庇护所的森林狼已经高达30头。但令狼群没想到的是，经过第1轮战斗，族人们已经被激发了战意，
狼群在他们面前已经是活生生的物资。随着狼群靠近，第二轮进攻爆发。这次狼群主动出击，有的想跳过围栏，有的想挖地，但都被族人拦截了下来。一直周旋到了白天，全场都快精疲力竭。而在远处，还有一个小部落正注视着这一切。巫婆，巫婆，怎么样了？不好，胸口竟然出了这么多血！你先忍着点痛，我马上给你包扎。丑石头，快住手！我没事，那是森林狼的血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太担心了。这次就饶了你，快帮我把毛皮穿好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。没有生气，而且这是在给我机会吗？死手，你可千万得安分点。这小子竟然这么关心我，老娘的少女心又悸动了，怎么办？在线等。巫婆，你太虚弱了，而且似乎很久没吃盐了吧？怎么其他人没你这种情况？你忘了，咱们部落落后太多，平时弄到兽血我也给了其他族人，所以确实很久没吃到盐了。我穿越过来的记忆确实不全，看来得抓紧把部落的盐问题解决了。别担心，咱们处理了这群森林狼，你就能摄入盐分了，还能做一件更好的衣服。丑石头，你还看？欢，咱们以前也来过这里，那时候这里没有部落吧？看起来人不多，应该是刚搬过来不久。可惜了，这个小部落被森林狼围困，想来是要成为他们的食物了。听这个惨叫声，他们肯定无了。就这样吧，咱们赶紧去下一个部落做交易，没准回来还能从他们的残骸里找到点有用的东西。这个小队是行部落的成员，部落主要是做着部落间的交易，赚取差价生存。此行他们带着不少岩石和柔顺的皮毛，还有打磨好的石刀石斧。不出意外，此行之后部落能抽取不少食物，在部落威望也会更高一筹。只是这趟交易，邢焕还有另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见见山洞小部落的心仪女子。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，顺利的话，这次我一定要她当我的女人。欢，你表情好猥琐，是想哪个漂亮女人吗？等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还卖关子，看来你此行目的不纯呀。经过半天的路程，欢队伍终于到了山洞前。可是这次出来的全是彪形大汉，之前部落的成员一个也不在。我操，欢，你该不会是对子吧？你捂住干嘛？我不是，这个山洞易主了。原来是邢焕首领，我还担心以后不好换物资，没想到你竟然会经过这里。有岩石吧？我部落正好需要。野鹰，别这么称呼我，我还不是首领。话说，这山洞原本的部落呢？你说那个老巫婆统领的小部落吗？他们搬家了。老巫婆？我记得他的巫婆已经死了吧？又换新巫婆了吗？你忽悠谁呢？这么好的山洞，谁会搬家？说出来你不信，他们打伤了我们的族人，这个山洞是他们赔给我们的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你们部落全是强壮的男性，怕是他们已经被你们赶走了吧？爱信不信，我们部落很有爱的好不好？行吧，这个部落似乎有点对子的倾向，要不咱们还是快走吧。你瞎，不是似乎，一个女的都没有的部落，他们肯定全员对子。换，你还换不换物资了？换，按照之前的规矩，只是种子的话，这次肯定交易不到太多东西了。但是你们有新种子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商量。陈天等人经过殊死拼搏，终于大获全胜，不仅没有人阵亡，还缴获了35头森林狼尸体。大伙儿很累，但却从没有此时这么安心，于是直接倒头就睡。陈天也是累得不行，躺在巫婆怀里就睡着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太阳已经落了山，夜空的星月也出来执勤。我超，我这是睡了多久？没多久，正好食物都熟了，大家都等你醒来吃饭呢。我一直在你怀里吗？哼，你才知道，趴在我身上拽都拽不下来，搞得我一整天没睡个好觉。我敲，难怪刚刚我梦到我在和2只小白兔玩游戏，原来不是梦。巫婆竟然也不生气，还是说原始人对这个不是特别敏感？天，我们有听你的话，把狼肉烤熟哦，还有狼血，我们也用竹子装起来煮沸了。不错，熟食不仅更卫生，而且更容易消化吸收，对人体更好。原始人其实也不笨，而且动手能力极强，很多东西在陈天的指导下，他们都学习得不错，甚至还注重起了细节，吃饭前都得用清水洗一下手。竹子虽然方便，
但是容量还是太少，而且吃剩下的食物太多，只能用火烤干，没有其他储存方式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得尽快解决食用盐的问题，然后就是开始使用黄泥革命了。天，你能解决盐的问题？还有黄泥革命是什么？现在我也演示不了，等明天我去寻找材料，然后做几次试验，那样才能有结果。不行，你今晚就得告诉我。我这说了你也不懂呀。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懂不懂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说。你这怎么还生气了？第二天，陈天拿着编织好的绳子，通过数学几何在地面上标记出了土砖的垂直投影，随后让几个动手能力强的女性用木头做成模具。女族人很快便按照陈天的要求制作，而派出去寻找黄泥的小队也不负众望，沿着河流找到许多片丰富的产地。族人们带着箩筐来回运送黄泥，陈天和花几人对着黄泥掺杂起草木灰，巫婆则指挥着几人将黄泥混合物装入模具。短短一天，地面就铺满了7000块砖。晚上的时间也不能浪费，于是陈天又带领族人制作了很多简易支架，上面铺上砖块，下方则点起火加快风干。一间50平、3米高的房子，大约需要5000块砖。以后族人们得长期走动，一直光着脚不是事，而且交通运输也没解决。天，我们找了很多地方，没有找到岩石，大部分岩石都被某些大部落控制着，其他部落通常都是和大部落交易才得到的岩石。如果找不到新岩矿，就只能去找大部落交换了。也不知道野犬部落什么时候会来，一直坐以待毙不是事，还得制作各种窑子，制作木炭、陶罐和烧砖。族人的数量还是太少了，得加人。天，巫婆病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走，赶紧去看看。巫婆的身体其实早几天就出了问题，只是部落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，她一直忍着，以至于病情在今天彻底爆发。我操，竟然这么烫！上次睡觉的时候就该发现的，我今天还让你带队劳作了一天。巫婆，你还是讲中文好了，听不懂啊。或许吃姜就能好了，以前有这样的病人，巫婆都是让人吃姜的。花，你还知道哪里有姜吗？之前咱们山洞附近还有一点。我留下来照顾巫婆，你找2个机灵点的族人和你一起去，拿着火把，不要靠近山洞，千万要小心野犬部落。这就麻烦了，我也不会医术，在原始社会真就是小病当没病，大病当绝症。巫婆突然生病不说，现在还得让花出去冒险。天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以前得这种病的人，大部分吃姜还是好不了。不会的，巫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叫梅，你以后可以叫我梅吗？可以，你想听什么我都跟你说。陈天令人去取清水，自己找来一块干净的兽皮，一边安抚梅，一边将兽皮打湿，打算给梅敷额头降温。梅，我可以拿掉你的面具吗？为什么要拿掉？那样能治病吗？算了，你肯定有你的道理，那就拿掉吧。陈天取下梅的面具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憔悴却又惊艳的脸盘。虽然画了很多图案，但是不难看出梅此前绝对是1等1的美女，甚至不输给现代的科技美女。一时间竟看得陈天入了神。怎么了？我很丑吗？不，相反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。梅闻言打从心里的高兴，但是她却笑不出声，只能不停地咳嗽。陈天赶紧扶好梅，为她喝了点水后，将打湿的兽皮敷在梅额头。可对上病魔，一切都是杯水车薪，水分肉眼可见的蒸发，但梅的体温却还在拔高。陈天没把握梅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，毕竟这个时节也是流行疾病盛行的时间段，他不敢耽搁，赶紧动员全体族人单独建立了一个通风的小房间在下风口处，迅速抱着梅住了进去。也是这一刻，陈天才知道梅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，但是嘴唇却干燥苍白，明显就是脱水的症状。可是当陈天给梅喂水时，梅的喉咙却不配合，迟迟不能吞下。梅，你现在必须得喝水了，喝了水身体才会好一点。我很难受，你再帮帮我。梅用虚弱的声音颤抖着说出口，虽然陈天没有听见，但是陈天已经决定兵行险招。只见陈天含了一口水，直接给梅送上进口货。一开始梅还是吞不下，于是陈天伸出舌头，通过和梅的搅动，他这才喝下了第一口水，喉咙终于得到一丝缓解。陈天顾不上可能被感染的风险，接连几次喂梅喝下进口水，随后又解开梅身上的兽皮，用清水不停给她擦拭，换洗了原本的兽皮，然后迅速给自己浇了几节凉水，默念几句清心咒。我操，梅的身体简直是火药，我这小身板竟然只是看着就快爆炸。不行，二弟，你可得按耐住，梅现在还是病人呢。你敢信原始社会一场感冒就能要人命？只因当时的人们对卫生习惯没有概念，又喜欢在脸上涂涂画画，特别是污，还会戴上假面，闷热流汗就更容易滋生病菌。天花，谢谢你们，我昨晚都梦见我太奶了。梅，这次咱们运气好，只是一场小感冒，有花带来的生姜，加上充足的食物补充，这才稳住了病情。
我已经下令让部落成员一天洗1次澡，只是洗手是不够的，咱们整个身体都得保持干净整洁。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我听你的。梅的感冒是个插曲，但也让陈天更加重视卫生。虽然进度有所降低，但部落依然有在稳定发展。陈天不仅教会族人织草鞋，还建造起了第1间土屋。最重要的是，部落出了第1批瓷器，可谓是四喜临门。梅如今已经能下地，第一时间就是要陈天带他逛部落。除了领地的建设，陈天还带着他去河边看他的窑子，不仅有木炭，还有烧结砖和瓷器。天，这些砖块怎么这么硬？比之前的砖块简直是石头和木头的区别。这是烧结砖，硬度确实不是之前的土砖能比的，但是产量要低一些，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比较多。这些黑黑的好像是木头烧完的残留物，你做这些干什么？这是木炭，这种木炭可不是普通柴火，它们燃烧起来没有黑烟，而且燃烧更充分、更持久。感觉很厉害，但是不是有毒啊？为什么沙和土都变得这么黑了？巫婆，我们不是中毒了，而是被熏到了。我们有好好洗澡的，不信你可以问天，这几天都是他监督我们洗澡。你小子，你不是说你还小吗？做的事情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？不是我想看，是他们硬要我看的。而且这几天看了你之后，看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感觉了。原来天也会监督巫婆洗澡。没事的，多洗澡才能减少身上的病菌，就不会容易生病了。天是这么说的。等等，他才没有监督我洗澡，只是帮我清洗身体而已。可恶，我真是没脸见人了。巫婆还真是异类，比起其他族人，她倒更在意隐私之类的，这也是好事。部落总会进步，礼义廉耻也得跟上。这些瓷器奇形怪状，都有什么用？这种像梳妆的可以成为瓶，一般咱们可以用来装水、储存食物，以后还可以酿酒、研制、加工食物。这种像凹下去的陷阱坑的叫做盆，小个的叫碗，功能上大同小异，作用同样有很多。具体你可以问我花，我已经教会他了。还有，他们可是咱们部落迅速发展的第1桶金。这些东西有这么厉害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盐，今天我就打算亲自去找。你要离开部落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蹲守野犬部落，还带了狼烟，只要他们有异动，咱们第一时间就能知道。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把咱们部落所有人连起来大喊，也没办法把声音从洞穴传到咱们这里。声音不行，但是狼烟可以，不信我带你去看看。不是吧？你带我来茅厕做什么？狼烟呢？不是用狼做成烟吗？等等，你掏奥里给做什么？你不会是想用奥里给来打败野犬部落吧？也不是不可能哦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的。陈天掏出奥里给，添加一些干草和枯枝，随后用火把点燃。只见狼烟袅袅升起，不一会儿，竟然传上几10米的高空，并且浓烟扩散稳定，哪怕到了山的另一头也能清晰看到。这竟然还有这种方法，抛开味道不说，效果确实明显。哪怕野犬部落大举来犯，只要咱们的人在野外点燃，庇护所这边就能提前做好部署。天，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那有什么奖励吗？你都差点将我吃干抹净了，还想要什么？等你能给部落带来盐再说吧。你说的哦，可别反悔。我这就出发，记得派人看着点窑子，里面的木炭和烧制砖可是咱们以后度过寒冬的根本。等等，注意安全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？就是上一次。不说这个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看到你就烦。梅真是越看越喜欢，有淑女的美艳，又有少女的腼腆。可惜我还太小只，趁着寒冬没来，我得抓点牛羊，多喝牛羊奶，我才能更快长大。陈天轻装上阵，只带着大嘴和少量物资，就沿着河流前进。只因之前部落寻找黄泥时，大嘴偶然喝到发苦的河水，虽然水面看起来和普通水流一般，但是周围的植被明显少了很多，因此陈天推测那处河流附近大概率就有盐矿。由于目标明确，短短半天时间，陈天就到了目的地。在顺藤摸瓜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山林内的一处小峡谷就有一处盐矿。但当陈天靠近时，才发现此处不仅是天然盐矿，还是一个小部落的居住地。小部落没有名字，并且成员更少，只有18个。陈天暂时称他们为盐部落。看到陈天几人靠近，众人也是戒备起来。为首的也是个女性巫，大概率也是个母系部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是夏部落的，来这里是来做点交易。夏部落，咱们部落有这个名字吗？还有，我背着的不是给我吃的吗？怎么样去交易？交易？哼，
你们怕不是来劫掠我们的吧？虽然我们遇到狼群死伤惨重，但你们只派2个人，当真以为我们那么好欺负吗？你搞错了，我们真是来交易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带来的特产烟熏狼肉和鱼肉。不是吧？天，你真是张口就来，出发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的食物啊！你们真是来交易的？岩部落巫婆半信半疑，但是看着眼前的2人，一个是半大小孩，一个看着又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她的戒心才有所缓解。当她近距离靠近陈天时，烟熏肉的香味扑鼻而来。这不是烤肉，而是经过烟熏后的肉，而且是狼肉，食肉动物的肉。巫婆一边流口水，一边下意识看向自己部落，个个衣衫破旧，而陈天2人身上的竟然是狼皮。哪怕他们部落鼎盛时期，也只有首领才有2张狼皮，足以说明下部落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存在。我们部落确实缺少食物，但是我们可没什么可以交换的，有一些山羊皮和兔子皮，你们收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等价交换。岩部落巫婆闻言喜出望外，但陈天看到皮毛后却直接原地裂开。岩部落的皮毛不仅破损，有的发霉，还有的因为处理不当，甚至发烂发臭。加上洞内潮湿，族人的圣水和奥里给完美发酵，那酸爽简直直冲天灵盖。好在他没有判断错，洞内果然蕴含盐矿。准确来说，这里原本就是溶洞。岩部落也是刚遇到狼袭逃离到这里，只是远古社会都是先到先得，所以他们都认为山洞都是他们的。陈天也不好明着抢夺。这个部落快揭不开锅了，倒是可以找机会把他们收了，增加人口，再不济就当成合作伙伴，以后一直来放物资，顺便带点盐枣。怎么样？我们的皮毛是差了点，但是胜在量多。如此残破且腐臭的皮毛，陈天内心自然是拒绝的，但是为了盐矿，陈天还是决定昧着良心交换，毕竟这也是他们目前最拿得出手的东西。当然可以换，不过我们的食物有限，要不你们派几个人到我们部落去？一听到可以多放物资，巫婆自然欣喜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万一自己派出去的族人被骗成奴隶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看你们这一穷二白的，先带你们去我们部落，看到我们的实力，到时候我提出收纳你们部落，我想你们不会拒绝吧？2人各怀鬼胎，最终巫婆还是同意了交易，但是前提是他和5个族人一起过去。陈天自然也是同意，不过他把食物给了岩部落后，还提出让几人都带上盐块。你要这些白色的脆石做什么？它们一捏就碎，而且还会让水变得又苦又涩，啥用处也没有。这些脆脆的，是不是遇火不会化？其实这些东西可以垫在火堆下面，这样不容易让火蔓延。就这，那还是没啥用。你要就给你带一些吧。当然是我瞎掰的，我可不会告诉你他们真正的价值，那我还怎么白嫖？真是个傻子，这个人的部落估计就是战斗力强一点，把地面的草地处理下，不就可以控制火种了吗？陈天一行人经过半天路程，终于是赶在饭点前到达下部落。还没进门，巫婆就感受到这个部落的特别之处，不仅不住在山洞，自己建造了木屋和砖房，还有凉亭、茅厕，甚至饲养大量的小动物，晾晒了几10条狼皮，数不尽的肉和大量随时可用的水源。还没等巫婆看完，众人就来到了凉亭。这是个简易餐厅，族人们都在这里吃饭，平时干活累了也可以在这里休息。陈天邀请巫婆上座，并摆上了他们从未见识过的食物：水煮鱼和炖狼肉。我瞧，这么精美的容器，这么香的食物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不过这2根木条和奇怪的木块是做什么用的？岩部落众人饥渴难耐，直接上手就抓，不出所料被烫成了咸猪手。下部落的族人笑而不语，总觉得这场面他们似曾相识，不过如今看他们的表情和看待乡巴佬一样。这是筷子，用来夹食物的；这是碗，可以放凉食物；这是勺子，可以喝汤。没不厌其烦的教岩部落的族人使用工具，虽然有点繁琐，但是他们都感觉挺有趣，而且食物的美味大过一切，给了他们一种大半辈子白活了的感觉。小样，迷不死你，赶紧吃，然后赶紧折服，加入我的部落吧。当然，想象是美好的。陈天真没想到岩部落的巫婆如此的狡猾，在部落待了好一阵子，只负责吃喝拿药，不是要陈天送草鞋，就是要陶罐和碗筷。对于加入部落的事却只字不提。好家伙，我都提示这么明显了，这巫婆竟然还不上钩，我都快成翘嘴了。罢了，毁灭吧！你都这么不要脸，我还留你做甚？巫婆，这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你们是不是得赶紧回部落了？要是你们在我们这里过夜，我怕你们部落的人会乱成一锅粥。巫婆闻言，内心这才想起她的部落，内心也盘算起她的小九九。这天也快黑了，我年纪大了，怕是回不去。要不我的族人们先回去，下部落收留我一晚上。这老巫婆太不要脸了吧！
还想着在我这蹭吃蹭喝。要不是还想着你部落的盐，我都懒得搭理你这种人。等我吸收周围的小部落，到时候我要你自个求着加入我部落。天，你今天带来好多白色的翠石，有什么作用吗？那当然，那些就是盐和其他混合物的结晶，只要提纯，咱们以后就有足够的盐摄入，不再需要喝血了。盐？你说那些有奥里给味道的白色石头是盐？这些真的是石头吗？感觉捏碎和沙土一样。花，别碰，太脏了，当心细菌让你生病。不用这么紧张，咱们的皮肤就是最好的保护层，只要没有伤口，不进入口鼻，正常没事。但是如果这些是盐，那不是得吃进去肚子吗？那样不就会生病？你们还记得为什么我要你们把食物煮熟吗？不就是为了杀死那些叫细菌病毒的东西吗？你是说把这些石块和食物一起煮熟吗？这么一想，好像就没事了。花，你只答对了一半。这些混合物里面还有很多咱们看不见的物质，有些即使煮熟了，人吃了也会中毒。我明白了，和一些毒草、毒菌子一样。不错嘛，没一点就通。现在也不是很晚，我教你们简单做一遍演示一下。陈天等人来到临时厨房，配备好需要的材料，便开始提取粗盐。被9年义务教育捕捞的大鱼都知道，不同物质的物理性质有所不同。先将混合物与水烧开，并不断搅拌，加速氯化钠的溶解，再经过第一次过滤，就能去除不溶于水的杂质，同时杀死大部分病菌。因为设备简陋，为了得到更纯的盐，陈天又重复步骤过滤了几遍，直到冷却析出的盐结晶晶莹亮白。这是盐？准确来说还是粗盐。要想得到精盐，咱们还需要找到更多资源。不过目前对咱们来说够用了。盐好漂亮，而且真的没有之前那股气味了。花，你别动，我先试试。怎么？难不成你们的老公还会害你们不成？陈天率先沾了点盐试了一下，味道咸苦，但是没有什么异味。这次粗盐制作完美即可。花和梅也试了一下，眼里瞬间有光。太好了，真的是盐。这味道比盐石好多了，而且咱们有这么多。梅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等你能给部落带来盐再说吧。我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你只要不跑就行。不要啊！你是说你想代替我治理部落，还不要污？你这就过分了吧？别生气嘛，你想想，我给部落带来不少贡献吧。没反抗，这妮子原来没生气，难不成是想反向拿捏我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知道你做了很大的贡献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你部落早就灭亡了。再者说，现在部落成员比起我更听你的话。那你为什么还犹豫不决？其实你本就不想领导部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你未来老公，我当然看得出来。好吧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没信心管理好部落，特别是你开始领导后，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，但是这是传统，一直以来都没变过。那你想想看，不变咱们部落能发展下去吗？看看咱们的部落，木屋、砖房、饲养动物、开荒种菜、布置陷阱，哪样不是变通？巫婆，我觉得天说的很有道理，而且我其实也不想当巫婆，我其实和你一样喜欢养点花花草草，研究它们有什么作用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让天当屋，因为有天在，咱们每天都能吃4顿饱饭，世界上这么好的屋子还有很多很多，而我只需要和他要小孩就行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就他这熊样，你还想和他要小孩？他也就敢对我上手而已。好啦，你们别急，再等我1-2年，很快的。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嘛？那你明天去和族人宣布，族人同意就行。不愧是亲老婆，想白给都得找理由。少贫嘴，然后小动作少一点。陈天自从和梅亲密接触后，渐渐胆大了起来。梅一开始还有些抗拒，但是不知道怎的，恋爱脑开始上头，以至于他一步步被陈天的糖衣炮弹攻陷。第2天，陈天借着吃早餐时开了个早会，不出所料成为了巫，但是他反手就将巫废除，自立为王，部落正式改名夏部落。巫和花都改为医生，同时发布了一夫一妻制，父母都得抚养孩子，赡养老人，近亲5代不能结婚，结婚年龄控制在18岁。所有部落成员都姓夏，整理了仪容仪表，并安排了各自的等位。当然，这一切限制条件不包括本王，你们谁赞成谁反对？都不说话，本王就当你们同意了。散会。中午，盐部落的族人派了2个族人过来接巫婆回去。巫婆虽然依依不舍，但是她同样不舍得巫这个职位，只能以后借着交易再来蹭吃蹭喝。而就在他们走后不久，陈天等人就抓到一头掉落陷阱的老虎。由于陷阱里不仅设置了倒插的尖锐竹子，还灌了50公分的水，哪怕是百兽之王，受伤之后想逃离几乎不可能。天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个陷阱真好用。
每天都能抓到大物。此前我们顶多抓些野猪，还经常受伤，如今坐等就连老虎都能捕捉了。急操物6，王，我们这里发现几条小狼，要不要现在烤了？狼崽子虽然可恨，但是吃起来比成年狼好吃。竟然是狼崽子，不吃养起来。可是他们的族群以前杀了我们不少族人，我们要报仇。吃咱们族人的是大狼，你怪小狼没用。但是咱们把它训练好了，咱们不就能永远控制他们的子孙后代吗？世代奴役，不愧是王。倒也没那么狠，他们是不错的生产力，而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以后你们就知道了，先把老虎给我打包了，然后把这2只白眼狼给我提到我房间。梅花，你们2个过来站好，把皮衣解了。臭小子，我还没洗澡呢。花，不错，最近长大了，都比我高了，继续保持。论胸怀还得是梅，以后绝对是个好妈妈、好妻子。你不会就让我来听你的吹捧吧？有事说事。看看这，我带来了什么？这是老虎还有小狼。对的，小狼咱们养起来，以后他们可以成为咱们的猎手。这只老虎，我打算给你们做一身新衣服。原来你是想给我们做新衣服，可是这可是老虎皮，太珍贵了。这种象征权力和力量的虎皮，只有以前的巫和族长可以，当然你现在也行，给我们就浪费了。天，狼皮不是快处理好了吗？我穿狼皮就行了。傻老婆们，老公这么努力干活，就是想让你们过得更好。这虎皮就是来给你们穿的。可是不接受反驳，别推脱了。我已经量好尺寸，我亲自给你们做，肯定让你们眼前一亮。现在咱们赶紧一起洗个澡。最近血气比较旺，不流点鼻血平衡不了。我看你是想做什么坏事吧？陈天夜观天象，不出1周就开始进入冬季。野犬部落一直没来劫掠，给了陈天抓紧发展的机会。为了储存足够的过冬物资，陈天向严部落借用人手，扩大陷阱的布置，采集浆果和野菜的范围，自己庇护所的技术活都交由自己部落做。经过5天勤恳工作，下部落新增1间50平土屋和临时仓库。临时仓库用来储存煤炭，之前的木屋则用粘土和草皮填缝，刷上土漆当成粮仓，中间隔开，一边将收集来的浆果制成罐头储存其中，一边存储肉干和各种提炼好的油和盐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下部落成员都穿上保暖的新狼皮，羡慕的盐部落差点倒戈。最为惊艳的还是夏花和夏梅，没人想到最为珍贵的虎皮，陈天竟然没有自己用。我超，这是梅医生吗？这衣服真好看，花也好看，王对他们也太好了吧！天，这衣服真暖和，而且比草裙舒服多了。这衣服好是好，但是有点紧。不是吧？这才几天，尺寸就不合适了？梅最近吃太好了吧？你是在嫌弃我胖吗？那你今晚别想睡床上。哪有？你现在这样我可爱了。花，以后你也要加油，全力追赶梅的脚步。切，有啥好羡慕的？想当年我也是人见人爱的布花，我要穿上那身虎皮，下部落的王照样被迷得神魂颠倒。巫婆，你是不是对王的审美有什么误解？你们还敢贫嘴？今天赚了多少公分？回去我扣你们1半。容嬷嬷，马上就要进入冬季，你也看到下部落的发展了，确定不加入我们？我感觉现在这样就挺好，有工分换食物和皮毛，这个冬天度过去没问题。看来我还是太心善了，给了容嬷嬷我会一直支持他们的假象，以至于她现在还不舍得丢掉巫者的身份。但是时机也差不多了，我给的越多，你越是不想加入下部落，你的族人就越排斥你。行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那你说说周围有什么小部落，我去问问他们的意见。放心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就是下部落的王吧？说王不说八，有没有礼貌呀？由于天气开始明显转凉，野犬部落需要跑更远的地方狩猎。好在暗哨汇报他们朝着下部落反方向而去，他这才抓紧到访周边的小部落。从容嬷嬷口里得知，下部落周围还有几个小部落，因为没有名字，陈天按照容嬷嬷给的描述，给他们取了不同的名字。第一个他要到访的部落就是草帽部落。感谢下部落的王送来的盐，这比我们这辈子遇到的一切物资都要珍贵。但是如你所见，我们部落被食人族追杀，逃难到此处，火种意外熄灭，周围又太潮湿，族人花了2天都没生成火。此时已经是危急存亡的时刻，恐怕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交换了。我给你们一个提议，或许你们可以考虑下。怎么说？第一，加入我们部落，我们部落有足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给你们，但是你们不再是族长和巫。第二，你们可以去下部落带来火种，缺食物的话，
你们可以派人给我干活，我按你们的工作给你们食物，你们也依旧是族长和巫。但是，一旦再次遇到食人部落，后果将由你们自己承担。陈天把话挑明，要么保住地位，担惊受怕，要么放弃权力，获得生存和庇护。草根是个聪明人，也很有大局观，第一时间就想答应，但是被草民制止。草根族长，此事还需商讨。万一咱们的青壮年去了下部落干活，又遭遇外人入侵，咱们不就糟糕了吗？其实我刚刚是想加入下部落，这样后果可能更糟糕。咱们并不清楚下部落的实力，万一咱们全族过去被当成奴隶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得商讨。你老是这样，只提出问题，又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陈天见状也知道两人都还是爱动脑的人，而且族人还知道钻木取火，想来文明程度比原本的下部落要高一些。但是如今不管衣食住行都远比不上现在的下部落。二位现在的问题我也有个提议。你知道我们在聊什么？你们是不是在想我们把你们变成奴隶，或者你们的人离开部落后被敌人围攻？我超他是不是听见了？可是咱们这么小声，应该是这个下部落的王太聪明了。其实解决方法也不难，你们派几个人先跟着我到部落，路上一旦发现危险，你们可以抓了我报仇，或者及时逃跑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方法不错，虽然他是下部落的王，但是终究是个半大小孩，即使是我也能制服他。那你带几人去看看，我留守部落。你竟然要一个老头带人跑那么远的路？不是你说你也能制服他吗？我这么瘦弱，没准打不过他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超豁出去了，总不能看着部落走向灭亡。我去就我去。草根随即带上2个族人随陈天到下部落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邢焕一行人正满载而归。这次咱们收获颇丰，靠着10副时髦换到了不少粮食和皮毛。最令人意外的是交换到了1张老虎皮。这次回去，首领肯定会大大奖励我们。是吗？这个奖励有多大？能让我们看看不？邢部落闻言顿时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头野狼站了起来，口吐人言，朝他们走了过来，顿时吓得不轻。你们是什么怪物？不对，是披着狼皮的部落。你们是什么部落？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？我们是野狼部落，能见到我们是你们的荣幸，所以把物资留下，人马上滚。你们是想讲？我们是邢部落，专门与其他部落交易物资的。你这样不怕以后没有部落与你们交易吗？野狼部落从来不用交易，想要什么都是别人乖乖奉上，你们也一样。说话之人正是野狼部落的领头人大气，此人面露饕餮之色，明显不是善类。邢焕闻言也知道这群人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本身就是野蛮人部落，专门劫掠其他部落，甚至是吃人。只是像这么庞大的野蛮人部落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个个膘肥体壮，甚至武器都是没见过的黑石巨斧。眼看情势不妙，邢部落众人赶紧组成阵型，做好应战准备。但大气对此也是见怪不怪。没被野狼的爪牙伤过的羊羔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死亡的恐惧。只见大气举起黑斧头，单手横扫，虽然黑斧碎裂了一角，但是身旁腰围般粗壮的树木应声断成2截。在场众人无不瞠目结舌，胆颤心惊，反抗的心思瞬间淡然无存。好恐怖的力量，好可怕的武器，这是真正久经沙场的部落战士。在我见过的所有部落里，我愿称他为最强。还好他们没第一时间出手，不然全员都得交代在这里。大气将碎裂的黑斧弃置，身后的族人立马递上一把全新的石斧。怎么样，小羊羔们，要么留下物资，要么把命也一起留下来。我们愿意交出物资。对，我们愿意交出物资，求你们放了我们。早该如此。野狼部落搬空了邢焕的物资，带着戏谑的笑声扬长而去，众人只觉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刚刚压抑的窒息感瞬间释放，全员无力的瘫软在地上。还没等众人缓几口气，另一个部落的身影就从林里出现。我敲，梅开2度，死腿，快站起来呀！众人简直要裂开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众人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。正想全力逃跑时，对面终于开了口：你们别怕，我们不是野蛮人，我们是黑石部落的。你们有何贵干？我们现在没有物资了。别这么紧张，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，都被他们劫掠了。邢焕满头大汗，好在是虚惊一场。原来刚刚的一幕正好被黑石部落看到，大气没有贸然动手，就是怕被前后夹击。
他原本是天狼部落的分支，带出来的族人不是很多，他不会轻易冒险，邢焕才得以安全脱身。咱们目前都缺乏食物和物资，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处野猪林，里面有近100头野猪，可惜我们人手不够，正巧遇到你们，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合作的想法？我现在没有选择，我们愿意合作，但是物资得按人头分。